宁天磊拒绝地道：二姐，你这个忙我帮不了，大姐做的事我也改变不了，我现在花的钱都是她给的，我尚且要她养着，哪有能力改变她的决定？就算她能说服大姐解冻二姐的银行卡，宁天磊也不会去做。他和大姐的本意就是不让二姐乱花钱，败光家产的他还想逼着二姐自力更生，靠他自己闯出一片属于他的蓝天，否则二姐这辈子都会被大姐压得死死的。怎么说都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啊。宁天磊还是盼着二姐好的，你既然知道他这般蛮横不讲理，就应该和我联手对付他，而不是听着他哄骗你去见爸妈，让他们将财产转到你名下。是他的主意吧，他教你这样做的吧，也是拿二姐来说是吧？宁天磊他就是想独占宁家的所有家产的，说的好听，担心我会败光家产，我怎么可能会败光家产？败光了我花什么？咱们家有那么多生意，只要我们拿回了一切，钱财如水滚滚来，够咱们姐弟俩花上3辈子了。二姐，宁天磊反驳着，咱们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有钱的，有部分财产是属于大姐的，爸妈有些生意又是违法的，早就被查封，还被罚了钱，正当合法的生意没多少的。宁思琪说道：宁天磊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我知道的。我们家有钱，很有钱，妈告诉过我的。宁瞎子有个毛家产，二叔死了，生意都是我们爸妈在打理，创造的财富自然就属于我们家。不跟你废话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帮不帮我这个忙？马上让宁云初解开我被冻结的银行卡。宁思琪深知弟弟不会跟他一条心的，这个弟弟被宁云初灌了迷魂汤，是宁云初最忠实的追随者。他懒得再跟弟弟废话，只要求弟弟帮他这个忙。他手里头的现金花得七七八八了，再不解冻他的银行卡，花光了现金，他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总不能真的让他去上班吧？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呀，他也没有一技之长，不知道找什么工作。听表哥们说啊，找工作也很难，他们都找不到好工作，只能做苦力工，就1个月挣个几千块钱，累死累活的。他们有工作经验都找不到好工作，他一个菜鸟能找到什么好工作？见宁天磊不说话，宁思琪深吸几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要生气，然后对宁天磊说道：天磊，你不帮二姐，但二姐要生活，要吃饭的，你的银行卡给二姐用，你自己也有私房钱，就算我拿走你的银行卡，你也不差钱，没钱了，你可以跟你好大姐要，她不会不给你钱的。宁天磊拿出手机说道：我可以在微信上给二姐转5000块钱，作为二姐每个月的基本生活费。二姐尽快去找份工作，5000块钱你打发乞丐啊？我是你二姐，亲姐姐，每天给我5000块钱还勉强可以。宁天磊不听他的，直接在微信上给他转账5000块钱，嘴上说道：我给二姐3个月的时间找工作，在这3个月里，我每个月给二姐转5000块钱当生活费，二姐看着钱来过日子，没钱了也不要再找我。爸妈的家产，二姐也不要肖想了，宁家以后我当家。宁天磊说完，转身就往别墅而回。大姐的家他不当，但他和二姐的家他说了算。宁思琪飞快地收下了5000块钱，眼看宁天磊走了，他追上去，拉扯着弟弟：宁天磊，再给我转一点，转10万给我，要不5万也可以。5000块真不够用啊，不够的。要不你去大姐那里偷出我名下的房产证以及备用钥匙。他记得母亲给他买了几套房的，他读书的时候呢，没有住校，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房子，就是母亲买的。后来呢，他不上学后，母亲呢就将房子租出去了，每个月有多少租金，母亲没有告诉他，但他知道那是买给他的房子。只要他拿回了房产证和钥匙，
可以将房子挂出去卖了，就能搬到一大笔钱。他那几套房子都是学区房呢，一套都能买出几百万。宁云初凭什么连我的房产证都拿走？那是我名下的财产，他也拿走了呀。房产证在父母房间的保险柜里。上次宁瞎子骗着他打开了父母房间的门，解锁了保险柜，保险柜里面的贵重东西以及部分现金，就很自然的都被宁瞎子拿走了。宁天磊甩开了二姐的手，说道：“我去看妈的时候，妈对我千叮万嘱的，就算是你名下的房产，也不能交到你手里，免得被你变卖。还有跟你说一声，你名下的房产，就房产证上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，还有妈的名字，没有妈的亲笔签名，你一个人也无法将房子卖出去。二姐就不要打房子的主意了。是了，以前她还在上学，母亲买房子给她住，房产证上会有母亲的名字也很正常。”那宁天磊再次往别墅而回，宁思琪又想追赶，看到宁云初出现在别墅的门口了，他才死了心，气狠地跺跺脚，冲着那对姐弟俩大声嚷嚷着：“宁云初，宁天磊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们今天这样对我，给我记住，走着瞧，总有一天我会百倍千倍讨回来，让你们跪下来求我原谅。”骂完后，他气呼呼地走了。打官司分不到钱，因为家产还是在父母名下，就父母活着，他就没有办法要求宁云初分给他。房产呢，又需要母亲签字同意才能出售，那卖房换钱这条路也走不通了呀。他要怎么搞钱？那个郑太太又联系不上，想从郑太太那里搞钱都没有机会。郑太太说要看他表现的，他现在连宁云初都搞不定，更不要去报复海童了。宁思琪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。大姐，宁天磊走向宁云初，不等大姐开口，他就解释得道：“二姐找我要钱，我只给了5000块钱，她当生活费，没有多给。”宁云初看着他红肿的一边脸，问他打你了？摸了摸被二姐打过的脸，宁天磊说道：“是打了我一巴掌，后来再想动手，我没让他得手，他也去看爸妈了，知道我让爸妈将名下的家产转到我名下，他来找我算账的哈。大姐不用管二姐的，二姐就是被爸妈宠坏了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让他被社会洗礼过，他才能成熟一点。”宁云初心疼地摸了摸他红肿的那边脸，心疼的道：“那就是个疯子，是被妈宠坏了，没能力护住孩子一辈子，还要将孩子养成个废人，那就是害了孩子。那宁思琪就是被父母害了。灌子如杀子，就宁思琪有今天都是宁总宁太太灌出来的，进去用冰块敷一敷。”姐弟俩一起回屋里去。那边骂骂咧咧的宁思琪回到了他租住的房子。一推开门，他就傻了眼。他屋里有人，陌生人还不止一个，有10几个，除了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抽着烟，其他人都是一身的黑衣，静静地站在中年男人的周围。不用问也知道是中年男人的保镖团。哎，他没走错地方吧？对不起啊，我走错了。宁思琪回过神来，转身就想走。宁二小姐，你没有走错地方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请自来，还未经你同意就进来了，没有吓着宁二小姐就好。就知道她是谁，但她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怎么从她出狱后，总是有些不认识的人找上门来？就郑太太是，现在这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也是。宁二小姐不用怕，过来坐吧。我有笔交易想和宁二小姐谈谈，不知道宁二小姐可有兴趣？宁思琪转过身来，走向中年男人，板着脸质问：“你们都是什么人啊？怎么进来的啊？”他的屋门还是锁着的，并没有被撬锁的痕迹。难道是房东啊，用备用钥匙开了门，让他们进来的？也不可能，房东真这样做，以后谁敢租他的房子住，一点都不安全。
我有个手下擅长开锁，再精密的锁，他都有本事开，就还能一点撬锁的痕迹都不留下。中年男人解释了一句：“宁思琪啊，原来是有开锁高手。你是哪位？怎么认识我的？我不记得认识你，见都没有见过。”中年男人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我姓龙，现在不就跟宁二小姐认识了？”他眼神很放肆，在宁思琪走过来后，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宁思琪，最后一副对宁思琪的身材及样貌很满意的样子啊。宁二小姐坐吧，坐下呢，咱们聊聊。龙先生，这是我的家，你别一副你是主人的样子。你们是非法闯入，知道吗？我随时可以报警拉你。龙先生笑，他的年纪在40-50岁之间，保养的挺好的，长得也不丑，算得上是个风度翩翩的中年大叔吧。就是他的眼神过于放肆，宁思琪很不喜欢他的视线在他身上扫来扫去，像是在审视着猎物似的。是我们的错，我向宁二小姐赔罪。说着，龙先生拍了拍手掌，便有一名保镖上前，将一个新包递给龙先生。龙先生接过了那只包，再将包包递给宁思琪，笑眯眯的道：“宁二小姐，这个是我向你赔罪的小小意思，你可得收下，否则就是不肯原谅我这个不速之客。我不缺包啊。”宁思琪高傲地道，当他没见过世面，就随随便便一个包就可以哄住他。就虽然那个包包是爱马仕，我知道二小姐不缺包，不过你现在缺钱啦。他起身将那只包塞到了宁思琪的手里，说道：“二小姐先收下包包，等会儿我们再谈谈合作的事。我现在无钱无势，也没有能力，不知道龙先生想和我合作什么事，可别像郑太太那样说跟我合作，又没有诚意，给我扔下几万块就不见了踪影，玩我的呢。”龙先生眸子闪烁，笑呵呵地问：“那个郑太太？”“就是郑太太，她夫家姓郑，但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，我也不认识她。我出狱当天，她去接我的，说跟我有共同的敌人，要跟我联盟对付敌人，想让我当先锋，又不给我钱，我可不跟她白干。现在也联系不上她，怕是骗我的。”龙先生笑：“我倒是不会骗你，我们合作也不需要你有钱有势的。”宁思琪觉得龙先生塞给他的那只包挺沉的，打开包一看，里面塞着的都是现金，塞满了一个包，怪不得他会觉得重。对于快要没有钱花天酒地宁思琪来说，看到塞满包的钱，两眼亮了。“宁二小姐，包包和里面的钱都是给你的，当我向你赔罪。”宁思琪检查过包里面的钱是真的，才抱着包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来，问着龙先生：“龙先生，跟我说说，你想怎么跟我合作？合作后，你让我给你做事，又给我多少报酬？”我先说了哈，我是您家的二小姐，是豪门千金，身价很高的。龙先生给我的报酬太低的话，我不会和你合作的。龙先生笑道：“我给你的报酬是买一栋小别墅给你，帮你换一辆新车，每个月给你30万的生活费，等于是1天1万，逢年过节的会，另外再给你大红包。若是我心情好，我也会额外给你打赏呢。事成之后给你3000万报酬。”宁思琪听到前面的条件时，感觉他像是要包养自己一样，听到后面那句话，才觉得龙先生是真的有事情要他去做的。“你让我为你做什么事啊？要你做的事，迟点再告诉你。这个急不来，可能需要花上几年，甚至10几年时间才能完成。当然了，你要是有能力在1年内就完成，那就更好了。”龙先生说着又拍了拍手掌，又一名保镖走过来，递给龙先生什么东西。龙先生对宁思琪说道：“这是人皮面具，宁二小姐是选择戴着人皮面具改头换面，还是去做整容手术啊？”
做整容手术的话，所有费用我承担，不用你花1分钱，保证整得让你妈都认不出你来。宁思琪不解地问着，为什么要改头换面？我对我天然的颜值很满意，不想改头换面。龙先生笑着，宁二小姐的颜值是很好，不想动刀，那就戴着人皮面具吧。只要出门的时候就戴着人皮面具。我给你准备的人皮面具假到能乱真的地步。就算是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都看不出来。还有，我会给宁二小姐一个新身份，在我们合作没有结束之前，你都不能恢复宁家二小姐的身份。我可以保证，等我的事情办好了，我会给你想要的宁家所有家产。你那个瞎子大姐，我想捏死她如同捏死一只蚂蚁，不足为惧。不过我需要宁二小姐配合我，等我的事情办妥了，我才能帮你夺取你想要的一切啊。龙先生的话说得非常的嚣张，仿佛他有天大的能耐，说出捏死战家二少爷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的嚣张话来。龙先生有这么大的能耐，我那个瞎子大姐就已经恢复光明了，她还是战家的二少奶奶。龙先生不是我管城人吧？知道战家在管城的地位吗？宁思琪说道，我爸妈还没有进去之前，都不敢在战少面前嚣张，甚至都不敢大声说话，就还得小心地讨好他们。战家不仅财力雄厚，人脉广，亲戚朋友都是豪门，他们家人丁旺盛，在管城很多豪门与战家都拈亲带故的，动一动战家就等于和整个管城上流豪门为敌了。宁思琪是没什么用，那是他过于年轻气盛，被父母宠得不知天高地厚。不过战家在管城的地位他还是清楚的，就因为清楚，他才想过嫁入战家当少奶奶。可惜他没有成功，反倒是宁云初运气好，勾住了战逸晨的心，成功的嫁入了战家，成为二少奶奶。2个人还没有办婚礼，却是领了结婚证的，他听弟弟说的。那战逸晨如今经常在宁家别墅留宿，与宁云初同床共枕。以前他们俩还没有领证，战逸晨留宿都是住客房的。宁天磊很敬重他的大姐，战逸晨若是敢欺负他大姐，他肯定不会不管，他不管乐见其成，就是2个人成了合法夫妻，宁思琪不会质疑这个消息。龙先生笑了笑，这个是有点麻烦，不过只要我想做就能办成。管城也就苏家让我不敢小瞧，其他豪门也就是钱多点而已，没那么可怕，苏家才让他忌惮啊。那所以他没有直接出面，而是找上了宁思琪。宁思琪对海童充满了恨意，现在又处于落魄之时，最好利用的了。龙先生要利用宁思琪，倒不是要对海童下手，他只是想通过海童，让宁思琪帮他求证一件事罢了。因为海童偶尔能看到那个孩子。宁二小姐，我想我说的再多，你对我还是会有猜疑的。没事，我能理解的。对于你来说，我就是个陌生人，不速之客。不过咱们有很长的时间慢慢了解，你会明白我是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。宁思琪现在缺钱，龙先生许诺的事是让他很心动，他抓紧了那只塞满了钱的包，问着龙先生。龙先生还没有说让我怎么做呢。还有呢，你让我换什么身份出现在众人的面前？我的情妇。那龙先生说了句，宁思琪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了。龙先生，你让我当你的情妇？她才20岁，年轻漂亮，以她的出身，嫁入豪门里当少奶奶完全没问题。那这个大叔就算保养的不错，年纪应该跟他爸差不多的吧，居然要包养他，简直就是老牛吃嫩草。龙先生呵呵的笑，宁二小姐，你既无特长，又不愿意向现实低头，不愿意去打一份月入几千块钱的工，你说你怎么生活？真靠你弟弟每个月给你5000块钱的生活费过日子。宁思琪吓了一大跳，
他和弟弟的对话。这个男人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他早就让人盯着他？他做过什么，见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他都知道。那也太恐怖了吧，就是站印都做不到这种程度吧。你除了长得好看一点，年轻一点，身材好一点，你还有什么呀？龙先生看宁思琪的眼神还是那样的放肆。宁思琪算是明白了，他这样看着他，原来是把他看成了他的情妇，他的玩物，怪不得他给他许下的条件那么优厚了。买大别墅，换新车，每个月还给他30万的零花钱，就是需要他用身体去换来的。他感觉到他是在包养他，还真的是要包养他。龙先生起身坐到了宁思琪的身边，一边手就搭放在了宁思琪的大腿上。宁二小姐，跟着我，你才有靠山，才能继续过着以前那种优渥的生活，以后还能拿回宁家的一切。你不想将你大姐踩在脚底下，不想让她的男人成为你的裙下臣。虽然我们是包养关系，不过呢，你若是有本事能勾得战家的少爷，我还是有成人之美的，我又不会经常过来，你也不用天天陪着我，顶多就是1个月几次而已。但是1个月呢，你却能从我这里得到很多好处。宁二小姐，说实话的，如果不是你对战家大少奶奶有着恨意，我都不会找上你帮我这个忙。别人都惧怕战家的势力，不敢招惹得罪海童。宁思琪拍开了他在他大腿上乱摸的手，赶紧坐到一边去，拉开了距离。龙先生可以只是形式上的包养吗？就是做戏给别人看的。宁思琪心动那些好处，但又不想成为一个大叔的情妇。宁云初是战家的2少奶奶，她却要成为别人的情妇，那这样鲜明的对比啊，让她接受不了。要是这个男人说娶她，老夫少妻的，她还能考虑考虑，但是当情妇，她真的抗拒。对方如果再年轻10几岁，像战家少爷那样年轻俊美，她或许能接受。龙先生呵呵的笑，我给你那么多好处，却从你这里得不到实质性的回报，我总觉得有点吃亏。宁思琪立即将包包放在茶几上，说道：“那对不起了，龙先生另请高明吧，我无法和龙先生达成一致的意见。”龙先生哈哈的笑，笑完后，他看着宁思琪说道：“宁二小姐，这可能由不得你了，你答应，那就最好了。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因为我找过你了，不能让你把我说出去，我就只能灭口，还会让宁二小姐死得很痛苦的。看到我的手下了吧？他们10几个人呢。”宁思琪的脸色煞得变白。宁二小姐是选择跟我，还是选择死？我给你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。宁思琪看看那10几个黑衣男人，又看向龙先生，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那说杀人就杀人，该不会是个杀人狂魔吧？宁思琪忽地滑下，跪在地上了。龙先生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还不想死，我才20岁，不想死呀。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呢。龙先生起身走到他的跟前，将他拉了起来，然后打横抱起他。宁思琪明白他的意思，他脸色更显苍白，却没有反抗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2个人出来了。宁思琪满脸泪痕，又满眼都是恨意。龙先生拥着他走回到沙发上坐下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二小姐也别怪我，要恨就恨你本就恨着的人吧，是因为他们的原因，我才发现你的存在，觉得你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的。做坏事的人是他，却让宁思琪怨恨着海童和宁云初等人。”龙先生抽来纸巾，帮宁思琪擦着眼泪，哄着好了，别哭了。说着，他又掏出钱包，从钱包里面抽出一张银行卡，塞到宁思琪手里，说到：“这张卡里面有200万，给你买点东西的，包里面的现金依旧是给你的。”宁思琪拿过了银行卡，自己抹了一把眼泪后，问他：“你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以全新的身份去接近战家大少奶奶，就是你怨恨着的海童，但你不能伤害他，否则会打草惊蛇。一定要想办法和他成为朋友，取得他100%的信任，要他像信任沈小军那样信任你。还有跟他身边的小娃娃搞好关系，让小娃娃也很喜欢你，就是他那个外甥周阳。宁思琪静静地听着，他在傻，也知道自己从出狱那天开始就被一些人盯上，当成棋子的了。这些人会将他当成棋子，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怨恨着海童。他感觉到有一张张无形的大网想网住海童，不知道海童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，竟然招来这么多的不速之客。要命的是，这些不速之客不是直接去找海童，却是拐着18个弯找到他宁思琪这里来，要他当那个被打的出头鸟。海童和 A 氏君家的大少奶奶来往密切，君家大少奶奶有个养子，那个养子跟海童的外甥玩得很好。若是有一天你能看到君家大少奶奶的养子了，想办法把他拐出来见我。拐了这么多弯，龙先生真正是冲着龙庭来的。宁思琪不解地问着，你既然是冲着 A 氏君家大少奶奶的养子去，干嘛不直接在 A 市找个人帮你？管城和 A 市距离那么远，就算海童和君家大少奶奶来往密切，也不是经常见面的。龙先生叹着气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在 A 市完全打探不到龙庭的丁点消息，知道龙庭是叶君博夫妻俩的养子，但孩子现在长什么样，外面的人都不知道。而且龙庭很少在 A 市，不知道小家伙平时躲在哪里啊？那君家有霍家罩着，与望城的兰家又是姻亲关系，而且君家的四少奶奶还是神医的高徒，他不敢去招惹，之前就是打草惊蛇了一次，被叶君博发现有人调查着龙庭的身世，之后他们就失去了龙庭的有关消息，直到最近才打听到丁点，知道龙庭和海童的外甥周阳一起玩过，两个人的年纪差不多呢，肯定会成为玩伴啊，就他才会七拐八拐的，想着通过海童这里入手，想办法把龙庭拐出来，再验证一下小娃娃是不是他们一直要找的人啊？还有那图腾在哪里？君家大少奶奶的娘家是望城的兰家，你可能不知道望城兰家厉害，我不能随便动兰家姑奶奶的养子。他没说他真正畏惧的是君家四少奶奶背后的那些老家伙，神秘的世外高人啊！他只想拐走龙庭，能够不正面冲突，尽量不正面冲突。宁思琪说道：“你以为海童背后就没有靠山啊？他交朋友很挑的，不看家世，看人品，看缘分。我那么恨他，我怕看到他，我会忍不住掐死他，哪能成为朋友？还是能让海童100%信任的朋友，能让海童100%信任的，就除了他的亲人，就只有沈小军。宁思琪自认做不到，不过你的目标是个小娃娃的话，我还是能办到的。就算不能获得海童100%的信任，只要能和他成为朋友，可以经常出入他的家，也有机会遇到你说的那个小娃娃的。我记得海童的外甥现在是3、4岁的样子，那个小娃娃跟周阳差不多的年纪，那就是刚上幼儿园了。现在不是暑假，寒假又未到，两个小娃娃怕是不会聚在一起。龙先生嗯着，这个我知道，所以我说的。我们的合作没那么容易完成，顺利的话1年半载就可以了，不顺利的话可能要10年8年，甚至更长时间，不管要花费多长时间，我都等得起。宁思琪现在已经被逼着上了龙先生的贼船，他说道：行，我做事成之后，你记得实现你的承诺，我要宁家的一切，那本就属于我的，我是我爸妈最疼爱的孩子，一切都该是我的。宁云初可以赏给你，你想怎么对他都可以。宁思琪恶毒的倒真有那么一天，呵呵，我要看他绝望的样子，要看着他跪在我面前，求我放过他，呵呵。
他最恨的2个女人，一个是海童，一个就是宁云初了。要不是他们俩，他还是宁家的2小姐，父母也不会进去，他的人生也不会急剧转变，成为如今一个老男人的情妇。君子报仇，10年未晚。他忍，就等到痛痛快快的那一天到来。龙先生故意说道：“我对破鞋不感兴趣，不过你要是想出气的话，可以让我的人帮你出气的。只要你跟着我，帮着我办好事情，不会亏待你的。还有欺负过你的人，到那个时候我也能帮你出气。只要他拿到了图腾，成为真正的掌权者，就是他呼风唤雨的时候。到了那一天，他就连战家都不放在眼里，也就是苏家能看上2眼。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暂时不告诉你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哎，反正你跟着我，保证你吃香喝辣的。”说着，他在宁思琪的脸上香了一下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，我留2个人跟着保护你，有什么事让他们联系我就行。我得回去了，生意太多，太忙了。龙先生在宁思琪的大腿上又捏了捏，便站了起来，吩咐2名保镖留下来。其他人都跟着他离开了宁思琪的租房。龙先生走后，其中1名保镖对宁思琪说道：“宁2小姐，你可以去跟房东说退房，然后跟我们走吧。先生已经帮你买好了别墅，买了新车，你从今天开始可以搬进别墅里去住，暂时不退租，留着还有用。”宁思琪想到自己的任务是要戴上人皮面具，换张脸去接见海童，取得海童和周阳的信任。等到哪一天海童和君家的大少奶奶相聚，孩子们也能相聚在一起，他再将君家大少奶奶的养子拐走，交给龙先生。如果宁思琪这个人突然间就消失，没有了踪影，以战印他们的聪明，肯定会到处调查他的踪迹，还不如保留着这个租房。他只要不在海童身边时，就撕下人皮面具，以宁思琪的身份露面，那样大家知道他宁思琪还在管城活动，并没有消失。那样子就算海童身边出现了新面孔，也不容易怀疑到他头上来。就是不知道龙先生给他准备的新身份是什么名字。2名保镖也不笨，宁思琪这样一说，他们很快就想明白了。那就按太太说的去做吧，先生交代了，在外面称呼你为太太。太太要去接近的人都是豪门正室，如果太太真的以先生情妇的身份出现，也无法和他们打成一片。宁思琪脸色好看了很多，说道：“这还差不多。龙先生不是管城人，他就算背着他情妇的名义，但在管城行走，能以龙太太的名义出现。宁思琪觉得才配得起他宁2小姐的出身，也不知道龙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出个门带着那么多的保镖，做事也有一股狠劲，估计是个不好惹的大佬。他现在都和龙先生坐在一条船上了，慢慢的哄住龙先生，大家相互利用。那他还想成为真正的龙太太，不想只在管城当龙太太。宁思琪跟着那2名保镖悄悄地离开了他的租房。战印的别墅里，2个孩子围在婴儿推车左右两边，逗着躺在婴儿推车上的2个孩子。妹妹笑了，洋洋看到君言冲着他们笑，也跟着笑。他对龙庭说道：“妹妹都是冲着你笑的，不是冲我笑。”叶君博大清早就带着龙庭过来，本来是打算在战印家里吃过早餐就一起去君然家里的，没想到君然先送着穆晴和2个孩子过来，那一行人呢就留在了战印家里。那君言兄妹一来，洋洋和龙庭俩就不跑了，围着2个小奶娃打转啊。2个小奶娃有几个月大了，会翻身，会和大人们讲英语，好玩得很。龙庭说道：“我经常看到妹妹，妹妹认得我，自然就冲我笑。你很少跟妹妹玩，妹妹不认得你，就不会冲你笑。你陪小弟弟玩，小妹妹有我陪着就好。”叶瑶那2条小腿时不时就蹬到洋洋搭放在推车上的手，
这个小奶娃是个不安分的，除了睡着才会安静，否则就是动来动去，要不就哭闹，想要大人抱他，拿玩具给他玩，玩不了2分钟就扔了，然后哇哇哭。君言一如既往的不喜欢哭，要是兄妹俩同时躺在一起，叶瑶不停地哭，君言的小脚丫还会踹到哥哥的身上去，似乎在嫌弃哥哥是个小哭猫。洋洋俯下身去想亲一口君言，被龙婷挡住了。你不能亲妹妹，叶叔叔说了，我们都不可以亲小妹妹，但我们要保护好小妹妹呀。你想亲就亲小弟弟吧。叶叔叔说了，小弟弟随便亲。为什么？洋洋不解地问着。龙婷老气横秋的道哪来那么多的为什么？听着2个小家伙的对话，海童瞟了一眼和战印坐在一起的叶君博，两人正在谈论着生意上的事情。穆晴见状，有点无奈地说道：“女儿才几个月，当爸的就开始防着各家的猪了，生怕别人家里的猪会拱了他家的小白菜。”海童笑：“你们家那位想得太长远了，孩子才多大呀？”顿了顿，他说道：“换成我家战印，估计也会这样吧。平时还是你带着他们吗？那你重新上班了没有？”穆晴答道：“还没有完全上班，偶尔会去打理一下生意。君博让我等孩子6个月后再去上班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稍大点就知道粘人了。以前把他们俩交给爷爷奶奶带上1天都没事，现在不行，现在有几个小时不见面，别说儿子了，连一向不爱哭的闺女都会哇哇哭，谁都哄不住，非要我回来抱才能哄住。那是会走路了，更喜欢黏着，去哪里都有个小跟屁虫。上幼儿园了才会好一点，看我姐带洋洋就知道了。我姐还算好，有我帮她分担着，洋洋也肯跟着我。”穆晴看向孩子，其实自己也舍不得的。有了孩子后，只要出了门，总会惦记着孩子，怕他们哭了、饿了。小姨，小姨，洋洋忽然跑过来，扎入海童的怀里，仰头请求着小姨：“你给我生个妹妹好不好？我不想要弟弟了。”他好喜欢小妹妹，可是小妹妹是龙婷的，不是他的呀。他没有小妹妹，表姨家里的小娃娃呢，也是个小弟弟，都没有小妹妹。海童好笑的道：“你说小姨肚子里的是小弟弟的。”洋洋嘟着嘴，是他说的话，能改口吗？